线重要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平安。好，稍后还有介大使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好，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哦，我们这几天哦持续的也讲美伊，而且都当作是重点新闻，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自卫性空袭。好，那我们在昨天也特别讲到了，革命卫队说他们有进行反击，但昨天并没有看到相关影片哦。那最新其实革命卫队就给了影片哦，好，他是在28号的凌晨锁定了美国空军基地来发动打击。好，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播放他们这个释出的影片，说报复美军打击伊朗南部的行动啊，反击的行动影像首度也公开，使用的是短程固体燃料弹道飞弹展开打击。好，那伊朗的官员说啊，在这一次互相的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啊，其实美国有一架无人机也被摧毁了。好，这是他们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有做报道，引述的就是军方的消息人士说，雷达系统先是在布什尔发现了这个一架美国的无人机行踪，随后防空部队就对它发射了防空飞弹，展开了拦截行动。那伊朗就声称啊，说其实他们的革命卫队有发布一段据称是他们综合防空系统探测，而且跟踪美国 F-35隐形战斗机的一个视频画面。好，这进一步也强化了德黑兰更广泛的这个战略论调，也就是美国低可探测性的飞机不再能在赫姆兹海峡附近不受阻碍的干扰，所以就代表说啊，伊朗可以完全的掌握到美国的一些相关的动作。但是呢，这是伊朗说的，我们还是要平衡的来看美方怎么讲其实美方的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否认伊方有击落一架美军的军机，然后他们是讲说啊，有关于伊朗讲到说什么，伊朗的军方在布希尔附近击落的一架美军军机他说啊，这相关的消息是虚假。好，那伊朗的最高领袖啊，则是也发声了就是这个穆杰塔巴，目前我们都还没看到他人通通都是这个声明的发出，但他就有强力的说啊，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好来进行宣传攻势，还有政治围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分裂，瓦解伊朗，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让国家屈服。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跟伊朗谁都不认输，那当然现在的变局就是在似乎又是开始边打边谈，那到底谈判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束呢？我们看到这个停战协议说非常接近两个人几乎快谈好了那美国媒体说现在只差川普点头。好，这是美国媒体所报道说美国官员有特别讲到，美伊的谈判代表已经针对了一份为期60天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来达成共识了，那大致内容都谈妥，伊方也已经获得了高层批准，准备签署协议了。好，那到底卡关在哪里呢？我们等一下看范斯怎么讲。先看伊朗的这个塔斯尼姆的通讯社说还没有最终定案也没获得确认，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媒体说已经差不多了。伊朗这边的报道说其实都还没到确认那范斯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但已经非常接近所以会继续努力。你会不会看到3个媒体的这个说法，还有范斯的说法，你就觉得他到底大家在搞什么？这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呢？所以呢，现在说他没签，所以川普也不签。传出美伊敲定60天的停火备忘录，伊朗要求要先给钱，但是美国不要。好，所以呢，这项协议说等待川普以及伊朗的最高决策阶层的签字批准。那传闻这个川普是要求伊朗要先签字，他才会考虑签字。那伊朗的副外长就有特别讲说伊朗将对于这个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回应。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到底谁要让步还不得而知但是呢，看来似乎在内容上面的讨论已经有一些共识了啦。那现在卡在的是不是就是面子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问一下专家。好，那目前也要看到有一个很大变数，就是纳坦雅胡。好，因为以色列还是持续的在轰炸黎巴嫩南部然后在今天一早的时候轰炸黎巴嫩第4大城泰尔跟黎南数个地点，造成的是至少14人丧生。
那在两国军官会谈前夕，以军持续的加强打击黎巴嫩武装组织的真主党，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真的是不断的有浓烟窜出啊，这真的是一个战争的场面哦。那以色列现在还扩大空袭黎巴嫩，真主党也爆发地面激战。这是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以军已经连续2天对于黎巴嫩这边的南部城市纳巴泰发出了撤离的命令，那导致当地的避难所都是爆满的。那当局也呼吁民众转往首都贝鲁特来进行避难。那纳坦雅胡怎么说呢？他说他已经指示了以色列军方要扩大的来控制加萨走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战线不只是黎巴嫩南部，还有加萨走廊，他还是持续要来控制。他说初步的目标就是控制这块巴勒斯坦领土的70%，那当地的居民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沿海一小块的土地上。那以色列防长卡兹就说，其实政府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巴勒斯坦人自愿迁徙离开加萨。那哈马斯强烈谴责说以色列，你看你又公然的违反我们去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企图以武力来将家继承的事实，彻底摧毁稳定局势的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中东的局势还是非常的难解。虽然美伊的冲突看起来有一个慢慢的共识，但问题是最大的祸首就是纳坦雅胡啊，他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存在。好，我们看到刚开始的这个伊朗他公布了最新的反击影片。那目前的协议到底谈到什么阶段？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外界都觉得差不多了，只有他们还在玩啊。比如说互有攻击嘛，可是布兰德原油期货不涨，不涨就表示你们玩这些都玩假的啦。然后美国不敢做地面作战，所以你也没有扭转情势的招。那伊朗，像你刚刚讲那个美国自己放的消息说又有了进展。那个伊朗隔天就立刻讲说没有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都知道，其实国际大家都知道了，就知道快结束了。那你们一讲就是中俄要进来，可是中俄还没进来，所以双边呢就要把自己的姿态拉到最高点，这样等中俄要进来才能让嘛，我才有足够的让步空间。这个在互不信任的谈判都是这样啦，就是双方在见面之前都会拉高姿态，然后制造对自己有利的筹码，然后等真正发生，第三方进来了，可能在安理会开会啊，那就知道要让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预期那个快发生了，可是因为他们还没进来。昨天贝森特讲什么你知道吧？贝森特说，双方休战再延2个月。因为贝森特不知道中俄什么时候要进来，他在等中俄进来，可是股市不能大跌啊，是，所以就只好再用这种消息，可是都没有新招啦。你也没有看到伊朗有大规模的攻击行动，目前纠缠的行动都是过荷姆斯海峡啦，不打招呼啦，我就轰你，那美国就不爽，再轰你，然后立刻又加了一句。我们没有攻击伊朗，我们是自卫还击，就这样啊。现在都在玩这种把戏啦，玩文字游戏。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看就知道你在那个一个相当彼此有默契的范围内，在那边在桌子底下踢脚了，你知道吗？我踢你一下，你踢我一下，可是都没有爆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知道快要结束了。可是有一个人例外了，那个人叫以色列了。以色列就拼命扩大地盘我管你的。我觉得以色列大概也预期到，他不会被邀请上谈判桌了。而且他应该也觉得他已经快谈成了他们。他知道时间会越来越少了，所以要趁机把加沙啦、黎巴嫩南部啦，看能占多少地盘就占多少地盘。那我不认为中美俄会邀请以色列上谈判桌了，因为只要他上谈判桌就整个吹了啦。所以你现在就看到，所以你又把以色列加进来，
实际上他不在这个局里面。但他会不会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局？目前应该都没了。其实他跟美国关系现在蛮紧张的。以色列认为美国已经把他丢包了，所以他只能靠自己啊。那靠自己，你不能打伊朗啊，因为伊朗你要打伊朗隔那么远，要有海湾国家的美国的一些基地支持嘛，美国不会支持你的啦，所以他只能够在周边打，就这样。所以那没办法参与，那就只好打一个自己的战争吼，那他就是攻击黎南还有这个加萨走廊。可是他这个最实在，因为可以扩大领土嘛。对。好，那当然我们要问帅将军怎么看？我们从军事角度来看呢，你既然是谈，又在那里虚张声势，打吗？又不是大打，你放一个飞弹，我来架飞机。所以啊，用中国一句成语啊，最好先谈嘛，月与还休。这个话也没说到底，对不对？然后这两个关系呢，也是一个成语，此恨绵绵无尽期。你说这两个国家会和吗？不会和。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刚刚亮哥讲的，川普要的是个面子，第三方介入，哎呀，这么多大国家劝我，我就借坡下驴了嘛，就不玩了。那以色列是什么东西？他拼命打是要第一个还想拉住美国参加，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不打伊朗呢？我讲过嘛，以色列要打伊朗，他的飞机要空中加油机，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被打得差不多了，就没办法提供。那对黎巴嫩跟这个加沙走廊叫做梅鱼虾也好。我现在呢多推几个屯垦区，各位啊，以色列屯垦区不是你想象种地的哦。那是有民兵组织的，他把这边人赶走了，屯垦区放那里，就等于有卫兵在那里驻守，长期占领，就不让人家回来了，不让人家回来，这种就是标准的种族灭绝了，种族绝灭了，就是把人家加沙的人全部赶走，还好意思讲，我希望他们自愿搬走，任何一个都市要都更，你还要给人家拆迁费吧？对不对？你还要给他找一块地，而且他是入侵者耶，所以这年头不要脸的就是政客嘛。你美国明明是侵略伊朗，他还要讲我自卫反击，你自什么卫啊？对不对？那你承认你被打得很惨吗？你又不敢讲，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基本态势就这样。这个谈呢，就滴滴答答还有的搞啊。美国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那最主要是川普的面子，另外贝辛格不是讲了吗？还有60天我就等于预告这个谈判会很长，但是一定会停火，会慢慢冷下来。所以这个问题，纳坦雅胡再烧火也没有用，因为大局已定了。因为我以前很早在你们节目讲，打仗啊只有一个状况，一个是完全打赢了，投降。第二个，双方精疲力尽。你要讲伊朗也是强弩之末啊，美国更是强弩之末。你手伸得那么远，连海湾基地原来是最有力的这个打击部队，现在也被打得很惨。所以说，这再打下去就没什么意义了。那川普急着要撤手，以色列就是拖着你不让你撤手，但是也没有能力去攻击伊朗了，只有在旁边梅鱼虾也好，能占一块算一块，就这个。现在态势就是这么明显。对，所以我们还是可能要等一等哦，这个中俄什么时候进来协调哦，可能这个事情才会有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谢大使怎么看？以色列这个国土啊，大部分都是打仗打出来的。虽然他建国初期他说我们很多土地是跟当地百姓买的。可是呢，买的跟他的现在的土地啊，还是不成比例。是，他的大部分土地还是一次战争以后他打下来的，所以以色列的建国事实上是还没有完成的。对，他还是在这个强邻环视之下。然后呢，联合国几个决议，所谓两国论，那规定约旦河西岸还有加萨走廊是属于巴勒斯坦国的，这是联合国代表大多数国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意志。那现在刚刚讲了，加萨走廊，以色列目前的政策是希望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自愿离开，
有人会有自愿离开的吗？啊，谁会要离开？这是你祖先的土地，你说你会自愿离开吗？所以这个自愿离开显然是一个美好的托词啦。那现在已经把这个巴勒斯坦人在加萨走廊的实际的能够控制面积只剩下3成了，他的目标是控制7成。然后以色列过去这个蚕食鲸吞的，他就开始修围墙，然后用围墙的方式把你再区隔，你从这一区到那一区还要经过他的检查，到处设关卡。现在以色列有些土地上就是这样。那这边区域外的人要进入到区域内的话，都要有层层的这个关卡，然后还要有通行许可，还要定时的审核，所以就慢慢把你的怎么样蚕食鲸吞了。那所以现在以色列联合国所同意的巴勒斯坦国的2块土地，加萨大概目前巴勒斯坦人能够生存的只剩下3成了，那块本来就很小的。那现在约旦河西岸，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约旦河西岸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大肆鼓励屯垦人员，也就是这些从海外回来以色列的这些犹太人加入以色列，他就鼓励你去开拓新的土地，就在约旦河西岸。那怎么开拓呢？就是直接硬抢，然后把人家赶走以后呢，说他是自愿离开。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没有提到。我的了解，这一块地方约旦也是非常的危机。那还有一块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黎巴嫩南部。那以色列过去就是说侵占土地的方式，先什么？先设立缓冲区。这个地方要变成缓冲区。这缓冲区从来没有划在以色列境内，都划在别的国家境内。也就是原来的国界再往你前面推15公里、20公里，这样画一块这个缓冲区。缓冲区的意思其实不是说两边都不进去，而是说这个缓冲区是以色列完全控制。所以这个缓冲区，不要这个缓冲区的名词被他这个名词的定义给它混淆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区域就是我以色列以后就是我来控制。那现在就在这些缓冲区里面，它不断的怎么样进行军事攻击，军队进去实控。缓冲区的下一步就变成长久控制，再下一步就是成为以色列的国土。好，明明就是强盗，但是他刻意美化，用一些文字上面的事情来美化他们的行为。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现在中东问题实在还是真的很多。好，我们持续再来讨论。昨天我们不是还谈说川普呛瞎说我根本不在意什么什么中期选举，他其实心里在意的很但是他自己国内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因为连他的情报局都出事了，这是 CIA 大翻车说有外媒披露，据美国法庭文件跟2名熟悉他们工作经历的人士透露，有1名最高这个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的前 CIA 高级官员，他被指控在他们的家中秘密藏匿的价值303根的金条，价值大概是12.6亿新台币。同时他还涉嫌在近20年的期间谎报他的学历以及个人的背景，代志大条了所以呢，现在 FBI 也来突袭逮捕那因为呢这件事情爆发之后，那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期间说以工作相关的支出名义来申请取得这批庞大的黄金跟外币。那声明是指出说 FBI 正跟 CIA 的司法部来进行密切的伙伴的这个合作，那要继续的全面调查此案。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状况真的蛮多的那甚至还有就是川普想要有一个肖像250美元的纸钞挑战100年禁忌，但是呢这个印科局长她就是首位女性那她是因为反对这个计划现在也遭到拔关了，也就是不能做川普不想要的事情你就是要符合他就对了不符合他就把你关。那川普最近还说我要80岁生日了因为他是6月中生日的，他要在白宫举办格斗赛事，要花多少钱？19亿台币耶，把自己搞得像皇帝一样那当然很多人看亮哥笑成这样，就是会觉得他的逻辑很特别。他回到
他以前那个好朋友的摔跤比赛。是，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会觉得他到底在干嘛？哈，好，那现在川普是不是转向要提刀来打古巴？好，古巴差得大哦，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编队已经集结到了加勒比海，那五角大厦花费好几个月部署美国军事攻击古巴所需的部队跟武器，那现在就等川普一声令下。那目前在加勒比海的舰队规模其实略小于今年1月美国逮捕马杜洛时，但是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在5月就进入了加勒比海。那还有多艘可以对陆地发射精准飞弹的神盾驱逐舰以及巡洋舰已经部署在当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就是多艘的这个军舰已经集结在美国跟加勒比海，说部署比在中东还多。那现在川普还有说传出在采取一个慢慢勒死古巴的一个策略哦，这是有一名官员透露美军负责加勒比海跟南美洲的南方司令部，在上个月召集了多个政府部门举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兵推里头就讲到啦，古巴拥有无人机，以及古巴可能因为酷暑会引发动乱。那川普的顾问就强调总统不希望美军的地面部队进驻超过48小时，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泥沼，场面可能会一团糟，也就是要快速进去，快速出来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但是能成吗？我们等一下也问一下专家。那现在古巴外交部长就说古巴跟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美方这个表现出极大的前后不一跟不负责任，他们在会谈当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是官方人士又不断的发表公开言论，充满敌意。他说，随着两国的紧张局势升级，如果遭受攻击，古巴必定进行自卫。所以不只是古巴现在中南美洲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相信美国我们先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他有称赞古巴，他说古巴人顶住了美国人的压力坚持抵抗的精神，那中方也会继续的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直言，那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那助力的古巴经济民主的发展。好，那因为古巴跟中国举行了这个农业会谈，那北京有承诺要在美国压力之下提供支援，所以可以看到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在北京持续的支持哈瓦那来应对美国压力的背景之下，这次的会议也凸显了农业在双边关系的一个优先地位。好，那不止古巴，刚才一文讲到中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巴拿马，我们的前友邦因为他后来跟中国大陆建交所以呢，他现在也寻求要跟中国大陆续签海上的协议。巴拿马总统讲很明白他说有信心能跟中国续签海上运输协议，来规避由美国总统川普试图控制巴拿马运河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所以目前你可以看起来这个川普在整个国内的局势上面其实还蛮混乱的当然他也非常高调，一下要销什么东侧的宴会厅一下在他生日的时候又要举办格斗赛事这个花钱不手软但花的都是人民的钱。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个川普年轻的时候就常跟那个搞摔跤比赛那个一起搞学妹很有名川普自己都可以当主持人其实 CIA 会有人贪污一点都不意外啦，才303根金条，4000万美元，小的。你去看川普家族赚了，从加密货币赚了多少钱？超过15亿美金了。是。所以这个算什么？这叫上梁不正嘛，下梁一定很多歪的啦。其实美国打古巴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了。古巴有多弱，你知道吗？古巴的国防预算只有1.1亿美金，国防预算，菲律宾都有40亿，古巴只有1亿。古巴的军力在全世界排第89名，远落后伊朗跟委内瑞拉。是，我讲白了，美国一根指头就把他打死了，顶多只有卫兵而已。所以重点是俄罗斯。对，他后面还有俄罗斯支持，要不要动？可是你如果军队没有进来，没有用一巴掌就拍死了。那美国要的就是改选嘛，要开放政党多元嘛，然后进行重新改选嘛。那美国支持的候选人
当选的几率真的蛮高的，然后就解除所有经济管制，那美国企业就把古巴整个吃掉。我跟你讲，这个国际社会看得下去，因为委内瑞拉还有一些跟美国的纠葛，是古巴是没有古巴哪里惹了你？你现在说他是共产主义也说不过去啊，那也没有说基于什么我那个佛罗里达的古巴的人要干嘛要颠覆都没有那现在是想要转移焦点吗？我当然是了，因为柿子捡软的吃嘛，这个一巴掌就拍死。对啊，看起来真的是赢麻了哈，会有这种感觉。差太远了啦，国防预算只有1.1亿美元，你想想这是什么国家？所以亮哥觉得他所有的空军都停飞了，米格21到29全部都停飞，因为没有航空油，是这种处境的国家所以我胜之不武啦。所以亮哥觉得会打吗？古巴？我是觉得不会打了，因为他要的是那个政治改变嘛。这个其实要搞内应 ，CIA 那一套是有用的啦。而且他真的，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军事摆阵啊。那逼你要开放选举嘛，那时候亲美派就会出现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的玩法。可能还是用一个军事的形态来展现。你这个为而不公啦，可是要你改变制度来改选啊，就这样。好，我们接下来问介大使怎么看？就是 CIA 的这个高级的人员，因为他是最高层级，因为他的那个所谓的他的安全许可啊，这个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这已经是他的领导层了，非常高层的啊。那通常这种情治单位不太会有这种公开的这种抓这种贪腐的行为的，这都是内规处理就好了。而且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也觉得蛮奇怪，怎么 FBI 出来抓人？在这个情报体系里面，它有这种伦理，甚至有一些上下属的关系，彼此都都不怎么样，都不太侵犯彼此的领域的。对，所以现在你要知道 ，FBI 已经完全川普掌控了。他找了那个非洲裔，这个印度裔的非洲长大的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那个常常就是说，上一次这个在川普在这个白宫的记者酒会的里面，他照相照到他只差没有钻到桌子底下，对，他也在现场，可是一脸茫然。可是呢，可能他能够做 FBI 的头子的话，大概就是听命于川普。那现在 FBI 动手去抓这个 CIA 的高层官员这个我觉得这是政治斗争。这个不是什么这个不是什么贪腐的问题。说实话 ，FBI 的人要抓，搞不好金条比他更多了。CIA 要动手的话 ，FBI 的高官搞不好金条不是只有303根搞不好606根呢。哇！对，所以这些就变成就是说彼此这样子的互相的这样，等于两个体系开始对阵，你抓我，我抓你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权力斗争，而且也象征就是说，事实上可能是川普的力量要去抓这个 CIA 这个力量。CIA 这种机构不是说你当总统你就可以把它完全掌控嘛，它不是那么透明的。而且他们内部有他内部的一套一个整套的文化，因为在这个华盛顿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机构，也非常非常的怎么讲神秘的，在 Virginia side 那个整个城都是 CIA 的，你就知道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机构，你就看不到它的门，都是树林，很大一片。那叫什么 Rosling 还是什么？很秘密就对了。就是说他势力非常大，势力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我认为我的研判，其实我认为是情治机关的，川普的手伸到情治机关里面。那个局长是川普的人，川普的人，他说是内部自己查出来的。对，内部自己查，可是他为什么找？他特别讲不是 FBI， 他说是自己查出来，自己查出来的，移交 FBI。对，不过这个东西就变成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么公开处理一个高层的这个情报人员我是认为这个中间绝对不简单。是，各国对于情报机构的
内部的这种贪腐啊，都不是用这种方法处理。好，将军怎么看？其实 CIA 在海外做很多工作，这种小金库有2种，一种是为了便于他做情报工作，收买人家的贪官污吏，那种金库是应该在公家单位里面，你放到 CIA 总部没人会讲话，放到你家里就很奇怪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只是在美国的总部，它很多海外机构里面都有小金库。做情报的是说，我这个经费也不能报销，就是我在我权责之内我把它用掉。比如说要暗杀了，要收买了，都是这个钱。但这个钱放家里就不对了。不管它是内鬼揭露的也好 ，FBI 去弄它，其实这2个单位都有黑钱。你比如说警察局抓了一批海洛因，放到库里被调包，那个再卖给黑道，就是他的一笔运用资金。你说 FBI 有没有？也有。CIA 有没有？也有。你记得以前好莱坞拍过类似的电影很多。越战的时候，CIA 利用这个美国士兵的棺材偷运这个毒品，对不对？那我想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就是这种新消息已经不是今天了，就是很早就有。这个抓贼的自己是贼的也有，所以我们看那个美国的州警有没有没收了那个黑道的那个海洛因，他又卖给人家。那也是钱。台湾以前也发生过这个状况，对不对？那个某某警察局的政务室里面去把那个海洛因打开一看，里面是面粉，那你知道被卖掉。所以这个东西内斗的问题很严重，不管是 FBI 自己的内斗也好 ，FBI 去查他也好，其实这2个的职责是分开的。FBI 负责国内的各联邦之间的事情 ，CIA 是负责海外的，所以这2个机关就好。就跟我们调查局跟军情局是不一样的职责，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高层既然高层那么高嘛，他贪污也不是例外。这个金额看起来像他个人贪污，我都看起来都像送礼，金条啊，劳力士手表，对，还有200万美金的 cash，这跟他大笔的做工作的钱还不止这个数字。这个我看这个量，就是他做公关或者自己私人的都有关系。是，那将军觉得古巴的事件呢？古巴就刚刚亮哥讲的嘛，他是拿军在外围吓你，让你去内部政变。以古巴的军力来讲，那外面3条航母就用1条也不要，上去就解决了。因为古巴穷了太多年了，那点石油现在都没有油用，油是靠委任啊送给他的，他是用什么？用医生去交换的。没错。古巴的医生全世界有名的哦，对，器官移植也是他们搞的哦，所以我有一个朋友讲，他连每个旅馆里都会穿一个白袍的医生，提供观光客的服务。所以他是用这一点点技术换那么一点可怜的汽油，所以这个国家用不着了。还有3条航母，你航母多的话，开到中东去吧，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几天在南海这边也有一些状况，也就是呢，荷兰的皇家的海军伊鲁伊特号好，它有非法的侵闯这个西沙，那就遭到了解放军南部战区的指控。那现在有视频是公开了，我们带大家先看一下。荷兰射击 I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好，您可以看到，刚刚是用这个语音来警告，还有电子干扰等措施予以驱离。好，那画面当中也看到了这个荷兰的直升机因为它在那边起降。好，那影片也显示南部战区出动了多艘05A、056A 以及054A 型的护卫舰。那其中中国海军631舰还有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了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的护卫舰。那中国海军553舰还用英文语音对荷兰的
IH-90直升机来进行警告。那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了这个战机挂载着 PL-10的空导弹，参与了驱逐行动。好，那我们也看到了皇家海军的这个脸书就有公布说啊，德鲁伊特号是正在执行的太平洋射手任务，22号会抵达菲律宾访问3天，然后之后就到夏威夷来进行环太平洋的军演。那除了之外呢，大家现在也看到一个新的机器鳌。那这个机器鳌我们也看一下画面，因为呢它是有轮足的形态，也有四足形态。那轮足形态是为速度而生，说可以执行追击的任务，然后在平坦空旷的地带来发挥优势。那四足形态的机器鳌则是性能更强，能穿越楼宇障碍路。好，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新形态的像是黑科技一样真的是瞠目结舌。那共军则是测试了红箭10的反战车飞弹这是他们在戈壁沙漠有公开红箭10长程反战车的飞弹实弹演习，号称能打击10公里范围的目标，来扩大地面部队的反装甲防护的范围。那这个部分是目前带大家来看到的一些状况。那我们还要再看到的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因为这2个人见面了，也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日本在周3以最高的规格来接待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天皇天后天皇跟皇后两陛下在皇宫主持了宫中晚宴，给予国宾最高的礼遇。那德仁天皇就讲说期盼2国持续深化，然后密切的交流，那共同缔造可能充满未来性的这个和平以及携手繁荣。小马可仕则说日本是菲律宾最重要的伙伴之一。那现在双方的合作已经扩展到了海上安全、人道援助跟区域稳定等方面。那共同社就报道说，小马可仕到日本之后，他们其实就有讨论到2国要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要探讨修改日本跟东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加强重要的矿产还有能源供应链的规定，要应对的就是中国对稀土管制的措施。那高市跟小马可仕还一同同意尽早召开外交跟防长级的2+2会议，那要推动美国在内的3边合作。双方还商定了说加速外交跟国防部门之间的协商，那要来推动日本自卫队R5卫级的护卫舰，还有 TC-90的教练机以及雷达系统在内的军武转移。可见他们现在有一些目的存在好，那日菲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到北京有特别说这是蒋斌所说，新型的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反应是这样的。那以及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武契奇因为这几天我们讲他，大家也都讨论的蛮热烈的。他有参访中共中共一大的纪念馆，那称赞上海是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好，那因为他离开了嘛，所以他特别在最后讲说他对上海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定会回来的。那中国跟塞尔维亚也在签双边本币互换的协议，那这个规模扩大至超过3倍。那这是继2016年之后，中瑟再次的签署该协议。那谈到访华成果，武契奇除了开心还是开心他连用了非常满意、非常开心来表达。不是他还落泪了吗？收到了友谊勋章，他确实可能觉得他这个被高规格的来接待。那外媒热议武契奇访华，现在中瑟的合作展现一个新型国际合作的图形，也就是中国跟塞尔维亚合作成为了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互利共赢的典范。蛮多国际媒体是这样子的感受。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中方战机挂载空导弹来驱离荷兰的清泉舰机。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除了对美舰之外可能都会用越来越强势的动作大概就是现在已经不讲大国了，现在讲强国。那你要当强国，你就要建立你的地盘除了俄美的军舰之外，你怎么会有资格进入我的海域？我的意思，我觉得荷兰这个还不算严厉啦，他以前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更严厉
这个还是要再看一阵子啦，是不是就是用这个方式直接驱离了啊？事实上，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你敢接近吗？你去接近看看。我认为俄罗斯可能就直接炮击，直接攻击了。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考验这个。坦白讲，国与国之间要建立你的地盘啊，都是军事手段啦。那对方要不要对你有一定的尊重？我记得有一次中俄那个联合海军啊，就越过夏威夷要往美国那边要靠近。距离岸边大概500公里，美国就派出4艘驱逐舰，说你们不能再进来，根本就还没有进入，还非常非常远呢。对，这个就是美国啊。加勒比海也不应该是你的啊，可是他也把它当做自己的。美国就这样干的啊，可是亚洲会比较复杂，因为这边实在太多国家了，而且有非常多的力量不以为然嘛，所以就会不断有事件啊。像日本去联合菲律宾，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啦。不过因为它有象征性，因为日本的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可能第一个对象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它可以买嘛，对不对？它可以买，他们有签那个合约啊。可是菲律宾的国防预算只有40亿美金啊，太少了啦。日本也有比较差的东西啊。对了，不过以前是用送的啦。现在要买了哈。我觉得日本最有兴趣的应该是台湾啊，可是这个非常敏感，不然你在亚洲，越南是共产国家啊，大概也不方便卖给他武器吧，其实菲律宾大概是亚洲东南亚里面军事力量最弱的，所以日本大概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实际效用啊，所以就是建立制度啊，那以后可以仿效，大概是这样。所以亮哥讲的东西就嗅出一个味道，就是现在日本可以外销之后，他在找买家啦，所以需要有人买他的东西啦，哈。将军怎么看？重点不是他能卖多少钱，就是他这个政策能够落实。对对对，我卖给菲律宾，他要建立惯例了。对，是，而且菲律宾在整个战略价值根本没有军队的战术价值，它只有基地的价值。它可以把旅送到北边的靠近台湾海峡的，给美国、给菲律宾，他们可以摆飞弹在那里，造成一个威胁的姿态。是，所以大家搞清楚，菲律宾的军事是扶不起的阿斗，它只有地缘的战略价值，所以就搞这些虚的。日本也不是说我要指望这几个钱卖什么东西，就是我这个政策，你看有人买，其实要买他东西的国家不多，有一个国家。东方某小岛很想买它，他不敢卖。台湾如果买菲律宾日本的那个潜舰，那比海鲲号便宜多了。但是不得了，所以日本不敢卖对不对？台湾也买不到，对。价格大概1半以下。对，不止，他那个我们那个造价太高。是，所以将军，你还是觉得说，现在日菲升级成准同盟的关系只是为了这个地缘的方面来进行讨论。很多人造反的时候要很多小喽啰一呼百应嘛。你像荷兰那个问题，也就是百事的那个晶片的问题，中国大陆很恼火但中国没有俄罗斯那么强硬的。你先有一架韩航的民航机飞越俄罗斯附近的时候，又被飞弹打下来了。他就说你的飞机上带了有照相设备，就这么牵强的理由就干掉了。所以要看够狠中国大陆还是有些顾忌对不对？要不是没顾忌的话，你这个军舰他随便派什么东西都把你干掉了。是，或者是最起码你开炮，驱逐人家海军可以在人家船头前面开个炮落个弹，他就要比了。这就比较强硬一点，广播是没有用了，有听没有到了，对不对？对，它至少是一个宣示。对，你有一个动作。我跟你讲，我在金门跟大陆对岸那个时候对峙的时候，心战喊话，你要看那个炮一拖了，我们这边就也就准备，那炮平常怕风盐海水的盐呐，都有炮衣，这阵地外面看到那个炮有炮衣，
当他炮一拖，我们这边马上拖炮一啊。这就准备你要干仗就干仗，这个东西军事上有很多动作可以显示他的企图。你像人家飞机来了，我的飞机用广播没有用是吧？我打那个射击的火控雷达打开一锁定，对方就跑了。为什么？你再不跑10几秒钟你就被击毁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际的政治上面，有时候就是要用一些军事的一些有些手段彰显，对手段。你这个 signal 是不是很强烈？你发出去的这个信号，有听没有到是没有用的。刚刚我们讲的古巴也是类似的概念。对。好，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荷兰这支军舰是它的等于说是王牌军舰了，虽然有20年了哈。这个德鲁伊特哈，事实上它有6000吨，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军舰啊。它上面还有配备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巡弋飞弹，就是战斧飞弹，所以然后也有源相控这种雷达，所以是蛮先进的一艘。那大陆上就是说，这一艘船事实上它准备出来巡航5个月的。那他到这个亚太地方来的时候，他先到菲律宾，只待了3天。就是说，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么大一艘军舰只待3天是比较短的。他匆匆的补给以后，他就直接往西沙走。西沙群岛事实上不在主要航道的上面，对，他就是说，所以说他是蓄意要闯西沙。不过西沙你要知道，西沙是一群岛，那它有40个岛。它最大的叫三沙市，那已经有人口了，而且上面也是就是属于中国大陆已经有学校有这个商店什么都有了啊。那现在就是说大陆说你是入侵领海跟领空哦，那就不晓得是不是接近三沙，因为有些岛事实上它也是有领海的，领海基线也会画在岛礁的上面哈，再往外推，所以不晓得是哪一边，所以就变成就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荷兰干嘛要做这件事？事实上，荷兰2024年的时候就曾经有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当时中国大陆也是严重抗议。可是我的推测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是北约这个一个单一政策之下，他的会员国在执行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要不然他单一国家他是不会做这种事。包括你看过去加拿大、英国的、法国的，还有就是说现在荷兰的，基本上我认为他是在北约的一个指令下，基本上就是挑战中国大陆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沿海进行战略威慑性巡航。然后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这是北约的政策，可是事实上他就让欧洲的北约会员国的船只这样就是说接连不断来这个地方。那这是有中央厨房的，这不是荷兰一个国家自作主张的。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它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这种区域，它是完全依据国际法跟国际惯例，它是这个中间中国大陆认为比较有效的还是电子压制。